心，安心。去！安心，安心，安心在哪儿？叫他过来。安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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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心在哪儿？林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 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快走，走啊！你别伤害他，任何条件你提。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，签了。不能签，李安，不能签。你别过来！少他妈废话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李安，小心！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地址发过来。李安，李安，你没事吧？李安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你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会儿就有事儿了。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。接下来，报仇报怨，随你。他俩怎么办？只要一把火，伪装成情侣纷争造成的他杀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一片漆黑、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不是恨这个女人吗？机会来了，可别错过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
不是拜你所赐了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，我会这样。不是这样的，当年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落，是因为阿布错伦。你误食了阿布错伦药物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可以给你看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宇哥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不能放了他？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！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我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天然气已经泄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我虽然死，也得拉上你俩。你们怎么样了？没事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明月已经上钩了，我们半个小时后在那里见面。明月，之前见他来过几次，估计是集团里谁遇上麻烦，找他来解决来了。跟着他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来得及时吗？哎，刚那一下像不像个超级英雄？谢谢你啊，哥。歇会儿，又不是来救你，是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别人都不行。那你以后就对你弟弟好一点，不要算计他了。那事儿真是误会我了，我是本来想干点什么来着，谁知道那两个笨蛋连车门都没打开，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怎么换路了？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别急，等着我下回赶着他们。不是你。林总出事那天，我们在停车场的监控里碰巧您的车也在呢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都不知道我车里面有这种东西。林胜，不可能！之前周年庆的那个合作方案透露给顾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们林氏里面就有内鬼。还有前段时间挑起牛卫跟顾氏集团的那个风波，也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够把凌霄计划书泄露给刘总。刚才我签那个协议书里面，虽然隐去了受赠人的姓名，但是有咱爸的公章。公章一直在家里的保险箱里，也就只有林胜可以取出来，也只有他手上能同时拥有合作方案和凌霄计划案。是，他这件事经常和股东还有各大部门经理在一起。这次阿伦拐走了安西，要求我签股权转让，我想这件事情跟他肯定有关系。安西，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醒了。雨果，怎么样？说说吧，懂我是谁？你杀了我啊！雨果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刚才都被关在里面了，天然气也泄漏了。如果不是林芳来的话，我们都已经死在里面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的。雨果，你说的那个人，名字叫杨红吧？我是在替安心赎罪，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，别责怪自己。错的是那个害你的人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早就有所察觉，对吗？我之前看我妈的账本，她一直在给一个叫雨果的人稳定的转账，我就有所怀疑了。所以又可以逼凌月签了股权转让书，又可以把你们除了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转让书，转给谁啊？林胜。我妈已经把心儿跟林胜的婚礼提上日程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证他们，贸然阻止他们对我们更不利。你们回去，就当我们真死了。我会暗中派人搜集证据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还能争取到点时间。说吧，需要哥帮你什么？安顿雨果，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，务必让假死成真。嗯，我想办法。就是这里了。啊，这么多年，五哥还是喜欢把钥匙放在花盆下面。你一直说的那个五哥到底是谁啊？之前我辍学了，来到这个小渔村，交了一群好朋友。那个五哥呢，就是其中一个，但他是最神通广大的，也是对我最好的一个。那你说的这个五哥，他帅吗？那可真是太帅了！我每次只要想到五哥那个神采奕奕、大步流星的样子，我觉得每个小女孩的心都会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五哥，阿星，啊！你也注意注意形象，克制克制，有人呢。原来五哥是女生啊！看外形，哥确实是个女的。凌月，五哥，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想请五哥处理一个叫阿伦的人。没问题，把他信息给我，我去办。多谢，以后有任何需求，有求必应。
把安心看好了，林业一定会找上门来。等你们拿到了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让他们俩合情合理的消失一阵子。怎么了，安生？闷闷不乐的，吃饭呀。妈，你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怎么好端端问这话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最近有点迷茫。啊，我已经办好了复学申请，过2天就走。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记得你答应过我的，这公司那么多事情都等着你处理呢。是啊，安生，你爸爸年纪大了，他离不开你，集团也需要你啊。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哥，这孩子怎么了？星儿，他没跟你说什么吗？没有啊。妈，你别太在意了，我哥就是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。我怎么联系不上雨果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有事儿，处理得很干净，你不要再联系他。你怕他怎么了？只是让一切看起来更自然一些，放心吧。我不管你做什么，总之，你要保证顾万兴彻底消失。你干什么啊你？啊？问你呢干什么？他们给我送的那个放在哪儿了？什么那个？是合作股权书吗？对。我刚才给你了，你放桌上了。你给我了？我怎么没印象？最近怎么了你？要不要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？没必要，我自己身体我清楚。林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失职，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你不用自责，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，置我们于死地，一计不成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，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那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您的安全谁能保证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死了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，给你这小脑瓜来这么一下，没有出现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就不错了。你们来的时候确定没有被发现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呀，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谁能跟来啊？而且艾丽和武哥已经确认过了，确实没人跟踪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绑架是杨红跟林胜密谋的。既然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死给他们看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找人收集杨红跟林胜的犯罪证据，雨果这边的情况也基本上掌握了，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是活着的。虽然事情8、9不离十，但是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我跟安心会在这儿待着，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，他会骗过小生，自然的放出我们已经死了的消息。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，放心吧。有什么事啊，非得在屋内说。这不是很久没跟您单独聊过天了吗？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想说什么？你说吧。妈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顾家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要给我一个好爸爸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境。
您记不记得？您记不记得？您刚跟我爸离婚那会儿，一个人打了好几份工，然后告诉我好好读书，别担心，记不记得？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小了都忘了？其实我一直都记得。我知道这么多年，您为了我和心儿，已经背负了很多了，我都知道。儿子，你跟心儿幸福快乐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妈，我跟心儿都大了，我们俩都不需要您操心，我们俩能给您一个稳定的生活。咱们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的，不是吗？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争了，好不好？林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失职，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你不用自责。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，置我们于死地，一计不成，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，配合我们演一出戏。那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您的安全谁能保证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让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死了。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，给你这小脑瓜来这么一下，没有出现脑震荡和颅内出血就不错了。你们来的时候确定没有被发现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呀，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么偏僻的地方谁能跟来啊？而且艾丽和武哥已经确认过了，确实没人跟踪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绑架是杨红跟林胜密谋的。既然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死给他们看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找人收集杨红跟林胜的犯罪证据，雨果这边的情况也基本上掌握了，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是活着的。虽然事情8、9不离十，但是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我跟安心会在这待着，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，他会骗过小生，自然的放出我们已经死了的消息。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。有什么事啊，非得在屋内说。这不是很久没跟您单独聊过天了吗？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想说什么？你说吧。妈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来顾家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要给我一个好爸爸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境，你记不记得？您记不记得您刚跟我爸离婚那会儿，一个人打了好几份工，然后告诉我好好读书，别担心，记不记得？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小了都忘了？其实我一直都记得。我知道这么多年，您为了我和心儿，已经背负了很多了，我都知道。儿子，你跟心儿幸福快乐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妈，我跟心儿都大了，我们俩都不需要您操心，我们俩能给您一个稳定的生活。咱们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平平安安的，不是吗？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争了，好不好？争什么了？妈，从小到大我都听您的，是不是？我从来没给您添过麻烦吧？从来没给您提过要求吧？就这一次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不，儿子，我不明白，我听你什么？我要听你什么？收手吧，妈，现在来得及，你收手。你这么做，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啊？心儿她会幸福吗？这个家怎么办？不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完全不明白。还有安心，我们
顾家已经亏欠安心太多了，我们亏欠安心太多。不要再提安心了，他已经不是顾家的人了。我小的时候，你教过我，人要是犯了错，早晚都是要还的。你妈有什么错？你妈有什么错要你这样一次次来质问我？你说。资产转移，我看过顾氏的账，除了你，没有人有这个权限。儿子，你妈只是把公司的财产换了一个地方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爸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，这有错吗？我哪里错了？别多想了。我明白了。别胡思乱想。感觉这一天过了好久啊。你一晚没睡觉不累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看日出吗？但是没想到是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对不起啊，本来可以给你更好的。我们活着在一起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。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这个阿伦，可能比你们想象中更麻烦一点，因为施救他全家和培养他做坏事的是同一个人，死里逃生的这种人会为了还恩情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，所以你们千万不可轻敌，万事小心。谢谢。我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你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这样？就是一直都是。真的很难以想象，我能放下妞卫，放下一切，像现在这样做个闲人。所以你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一天啊！这个叫做险中求胜。你说，林胜真的会相信我们死了吗？他虽然年纪最小，但是他能够隐瞒这么久，说明他的心机和城府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林峰的话，他只会信一半，另一半他自己会去核实的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我们安心的日子也没有几天。那至少我们这次不是一个人呀。对啊，我们在一起。你还挺会接话的嘛，嗯？
这不是五哥的超市吗？对啊。你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待着无聊吗？我跟五哥商量好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个私人的购物时间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选点吃的带回家。走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冲啊！对，到了，火锅底料。那边那个，你给我看看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明天就过期了，还有1个小时就到明天了。我们回家的话得半个小时。今晚吃不了火锅了，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锅。开动啦！好。不用加那么多，谢谢。没有肉了，我再去拿一点。我来喽！我忘记拿微醺了。哦，我去拿。哇！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吃点水果吧？早有准备。那，你确定没有在岛上见过他？我们找了几天，发现一对可疑男女，跟踪几天发现他们不是。老板，伦哥不是把他们烧死了吗？你还担心什么呀？死不见尸，我心里不踏实。20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人类了，阴险、狡猾，像海里的鱼一样滑溜溜的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想抓是抓不住的，撒点诱饵，你才会上钩，不是吗？好的，老板，我多派些人再去找。爸，在看什么呢？这脑子还清醒，翻翻旧照片儿，捋捋过去的事情。爸，看来二哥还是在你的心里占的分量会重一些。胡说八道！你们仨都是我亲生的，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重的。本来有些事儿是打算先告诉你的，您现在还是先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二哥发生了意外，他的后事我已经处理好了。怕您受到刺激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您。您千万不要怪我。
医生，医生，快过来！我爸晕倒了。很抱歉各位，我爸还在 ICU 急救，我没有心情接受采访。但是请大家放心，林氏集团的一切业务都会照常进行，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我爸的身体安危，希望我爸能够顺利度过危险期。可是最近网上有传闻说林氏集团的财务出了些问题，这你要怎么解释？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，这事儿跟妞卫有直接关系。您的意思是林氏集团的确出现了资产转移的情况，还是死去的林月做的？死者为大。即便我二哥做了一些错事儿，我林胜在此恳求大家不要再提了。谢谢各位。这次采访必须网台、纸媒、新媒体全平台发布。知道了，盛总，我马上去办。谢谢各位。这个林胜真的是太无耻了，利用你跟你爸的父子关系，还给你泼脏水。他是不是真以为我们死了，没人撕烂他的嘴啊？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在说谎。还有我爸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担心林胜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。但是这显然就是他设计的。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出现的话，不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吗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回去一趟，我要去看看我爸的情况。如果他把我爸也控制的话，情况肯定比现在更糟糕。那好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你在这儿待着，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之后回来找你。我们不是说过做什么都要一起的吗？我陪你吧。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是我保护你才对。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？刚才一直在说梦话。我说什么？你应该是太担心叔叔了。叔叔现在拥有最好的医疗条件，一定可以康复的。心儿，我好害怕呀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发生了好多事情。我真的害怕那些梦都会变成真的。在那个梦里面，我记得我不管怎么去等你，但是你都不来。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你却来了。但是你站在我面前跟我说：“林珊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？”傻瓜。心儿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你会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
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怎么样？我找这电影院可隐蔽了，特别的好，爱妞。该的。不是小林总，你们家就真是刀山火海啊！这亲兄弟真往死里整。他这个人啊，做事太绝了，但基于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所以非常的被动。回来的目的，一是担心我爸的安危，二是收集证据。我只有收集够了证据，才能跟他正面对质。怎么收集证据啊？你现在公司也进不去，家也回不去的。这就需要你们两个柯南迷了。我们俩？没错。我身边的人都被林胜紧密的跟踪了，你们俩平时跟我接触的比较少，所以不会引起怀疑。明白。零度嫌疑理论。想当年还是你假扮我男朋友躲过一劫，侠女报恩时间到了。哎，不重要，现在有原装的。不是让你当侠女，是当侦探。侦探悬疑蛇我俩替谁？抽丝剥茧，发现真相，想想就令人很激动啊！啊，来瓶微醺，呀，乐菊乌龙。他俩靠谱吗？十分靠谱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呀？林胜和杨红现在利益深度捆绑，我们很难发现他们的漏洞。首先得让他们之间产生嫌隙，一来我能收集证据，二来我能进入林氏集团内部来查林胜的账。他现在那么想掌握更多的股权，肯定会找杨红借力。想让杨红出钱，肯定会把顾欣儿的婚事提上日程，进行商业联姻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们的进展？放心，我还有个隐形筹码。盛总，怎么是你啊？方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家酒吧我常来的。盛总，恭喜你啊，现在可是林氏集团的当家人了。话说得太早，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。哎呀，林氏集团早晚都是你的嘛，一直承您的照顾。小雪在这儿敬你一杯。我们合作一直很愉快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盛总，我的合约快到期了，咱们还要不要续约啊？当然，只要你有这个意愿，随时都能续约。太好了，盛总，那我们可得好好聊聊续约的事儿了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事儿，续约的事儿之后再说。雪儿，又美了啊，上镜真好看。那好处能少你吗？合作愉快。果然是要提防这小子，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你给我的好消息吗？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我会当面跟你解释。哼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以保护之名，把你们家老爷子囚禁在这儿，他心也是真够狠的。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林胜连爸爸都不放过。林胜现在已经丧心病狂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呢，他现在还是有所顾虑的。我和艾丽一定寸步不离地守着。喂，杨红已经到了国贸商场，悠悠跟赵磊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这是我改装过的微型录音笔，可以防监测。悠悠、赵磊，您把它放到杨红的包里。好嘞。您好，女士，诚邀您参与本店活动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杨女士是吧？哎呀，尊贵的杨女士，感谢您对小店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今天特地为您推出了会员优惠活动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杨啊？杨红是一个特别虚伪的人，只要你一旦吹捧他，他就会放松警惕。有幸服务过您1次2次，对您的气质那是过目难忘。更何况您还是本店的 VIP 的 Top 3。那行吧，你给我介绍一下，现在有什么活动？哎，好。以林胜的性格，与杨红见面肯定要做多番的检查。那我们的录音笔不就会被发现了？以我对杨红的了解，他是个非常自负的人，应该是不会乖乖接受检查的。干什么？杨总，麻烦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戒备森严呢，这到底是你心里有鬼，还是怕我对你怎么样啊？不用了。最后把录音笔拿回来，别让他起疑，以免打草惊蛇。OK。每天下午3点，杨红都会去林茂餐厅喝下午茶，我觉得是个好时机。你好，女士。啊，来一杯拿铁，再来个草莓蛋糕。好。您的眼光可真是太好了，这可是我们第2次。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啊？对不起，啊，在哪儿？哦，天哪，这裤子好贵的，来，哎呀，这贵了吧？真的是，哦，真的是，哎，这洗都洗不干净啊。杨阿姨，现在这个时候被他人利用挑拨离间，岂不是正中他人下怀？那也要给人提供机会，让人有机可乘呢。杨阿姨，您会相信这些机会照片吗？要不是我拦下这些照片，现在大街小巷全是这些新闻，你让我们心儿怎么想？我有我的底线，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心儿的事儿。相信我，妈。哼，我可受不起这样的称呼。有第1次必有第2次，我拦得了1次，拦不了一辈子。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您放心，从始至终我心里面只有心儿一个人。我们的目标快要达成了，只要您再助我一臂之力，成就我，也就是成就心儿，成就顾氏集团。之前倒没有发现啊，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得冠冕堂皇的。既然我们已经联手了，那还分什么彼此呢？妈，我是您的女婿，也就是您半个儿子。我会对心儿好，也会把安生当做亲哥哥一样对待，这叫2全其美啊。话倒是说得好听，你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。我要是冒着风险让你做了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我明白，您希望我怎么做？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
当然愿意。现在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安心和林渊那边，你处理的怎么样？您放心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已经成了孤魂野鬼了。这么肯定？我爸进了 ICU 都没有把他逼出来，我太了解他了，这就是他的思绪。只要他还活着，他爬也会爬到医院看我爸，除非他死了。那就好。之前这个丫头说有了新的证据，我真怕对心儿不利。只要他彻底消失，咱们心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这个雨果真的是倒霉，本来是那个死丫头的阿卜策伦，他和谁？又是药物过敏，考得费了一只手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也算是能给雨果一个答复了。哥，心儿，先看看这个是什么。你怎么会突然买这个啊？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吗？老是怪哥偏心，说只记得安心喜欢吃什么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根本就不喜欢吃那家糕点，你就是喜欢跟安心置气。你最喜欢吃的核桃千层酥。那你怎么不知道早点给我买啊？希望现在买也不晚嘛。谢谢哥哥。希儿，哥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总也想不清楚。你觉得是活在真相里更重要，还是活得幸福更重要？活在幸福里更重要。现在只要拿到杨红跟林胜签的那份协议，再加上录音，就能够证明他们才是转移资产的那一个，而不是你，就可以还你清白了。的确是这样，但是现在留给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按照我哥说的办吗？他肯帮我们，我还挺意外的。你对他成见不要这么大嘛，他这个人是这样的。只要说了帮，就会竭尽全力帮的，你放心吧。哦，你对他评价还挺高的嘛。这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我是羡慕他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信赖，每次想到他的时候，你都满嘴的自豪。不是的，我对你的崇拜跟信任在这里装得满满的，谁也给不了。我们把电影看完吧。让我爱你，让我用我的。好看吗？真美。为啥认他了？他的名字叫勾雅，在乌尔都语里代表好如梦境，宛如现实的意思，就像我的心情一样。你为我穿上婚纱的这一幕，不知道在我的梦里出现过多少次，如今它出现在我眼前，
我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。小山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以后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真的。我本来以为我永远都等不到这一天。谢谢你，心儿，谢谢你实现我的梦，那个我做了太久的梦。我知道，人生没有办法重来，但是浪费掉的时间，就让它过去。以后，我们好好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给你最美好的婚礼，给你最可靠的幸福。爸，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这离订婚仪式还有一段时间，干嘛那么早去啊？毕竟是个大场合嘛，早点去免得出差池。爸真精神，胸针都戴上了。毕竟是安心的订婚仪式，必须要有仪式感。是星儿，星儿。哎呀，你怎么老糊涂了你啊？要不爸妈先去车上等，然后我去看看星儿好了没有？啊，行，走吧。慢点。妈，你帮我问一下心儿，怎么好好的又掉头回去了呢？忘了什么东西忘了吧？这丢三落四的。就等他一起吧。这个要怎么开？我现在用控制台重建人脸 ID 库。我去把风。等一下，妈，你怎么也下来了？啊，我上洗手间。
星儿，东西拿好了。拿好了吗？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吗，星儿？放心吧，哥，没事的。老顾啊，恭喜令千金订婚呐！订婚？谁订婚呐？哎，老顾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老姜啊，哎，谢谢你来捧场啊！今天人多照顾不周。哎呀，没有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！谢谢。我去看看别的朋友。啊，好。怎么了，元朝？今天是安心订婚吗？是星儿。星儿。那您是哪位呀？吃点东西吧，酒别喝了。我相信在各位的支持下，我们林氏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一定会。盛总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哎。兄弟，来，跟大哥聊会儿。大哥，我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我们之后再说。啊？那喝一杯。大哥既然有这个兴致的话，你就喝一杯。大哥，我们之后再聊。宴会马上开始了，我先准备准备。我的打印出来，放到那个位置，对，应该是可以，是没有问题。我去！你哪来的姑娘？你会端水吗？啊！谁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呢？这么毛手毛脚的，长这么漂亮，智商换了吗？对不起，这电脑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这里面都是一会儿要播放的视频啊！这好在是林总让我拿了一份备份过来。啊，忙你的去吧，下次小心点。对不起。哎，下午来我办公室啊，我跟你说道。好嘞。大致就是这样。那顾小姐，我们先出去了。谢谢。我们家欣儿今天真美。哥，谢谢哥。哥还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我看见林月和安心了。这里也是你家，你知道后门在哪儿的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他们没事，我当然放心了。可是我之前想的是，这个订婚结束以后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简单。林月和安心也会一起来祝福我们。他们欣儿，准备好了吗？快开始了。都好了，哥，我相信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站在我身边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在说，如果以后你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哥，
放心，把心爱交给我吧。我们先走吧。走了，哥。谢谢各位能够参加我跟星儿的订婚仪式，共同见证我们的幸福。星儿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美好、皎洁。为了能够走近她，我准备了很多年。现在，我终于站在她的身边。并且牵着她的手，陪她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变老。一想到这，我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，而我也一定会带给她幸福。星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傻瓜，怎么哭了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是什么？你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，我要是冒着风险让你做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我明白，您希望我怎么做？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怎么了？让一下，不同意啊？顾夫人，请问音频中是您的声音吗？回应一下，真没想到这个顾夫人竟然是这种人。是啊，那小林董事长更看不出来吧？安心和林渊那边，这可是重磅新闻事啊！您放心，他们两个已经成了孤魂野鬼了。你表示这么肯定？把电源关掉，关掉！我把进了 ICU 都没有把他逼出来，除非他死了。夏儿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我可以跟你解释。我不知道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，哪个才是真的你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顾夫人，顾夫人，你解释一下。顾夫人，这句话我本来是相信的。你知道那段录音后半段有什么？如果你真的爱心儿，就得立刻让他跟我马上走。没事了，心儿，我们走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能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一下吧。不准拍！不准拍！心儿，让我回去给你解释好吗？心儿，你听哥说，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是，对呀，你解释一下，说下去吧。没事，
之前这个丫头稍有了新的证据，我真怕对心儿不利。只要她彻底消失，咱们心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这个雨果真的是倒霉，本来是那个死丫头的阿不错的，她和谁？就是再睡不着，这个药也不能瞎吃的，1次2次还行，多了会形成药物依赖。放心，妈妈，我是帮我同学要的，他最近排练演出有点辛苦，所以失眠睡不着。哦，对了，心儿，你们那个话剧节什么时候演出啊？我的宝贝女儿一定是个大主角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是顾安心的替补。我现在就跟你。雨果，妈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心儿，你没有错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安心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。妈，宝贝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自己好？你瞒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现在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心儿，冷静点，我们现在先离开这儿，啊！请问录音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呀？你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害得顾安心吗？能不能说明一下，杨女士？证明回应一下，杨女士。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好吗？爸，元朝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元朝，快送你爸爸去医院，我求你了，儿子，儿子。来人！你们两个去拦记者，你们两个说话去医院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快！回应一下，夫人，说一下，夫人，别走，夫人，说两句吧，回应一下。晴儿，你走吧，都结束了。顾小姐，你真的害了人吗？顾小姐，是怎么回事？顾小姐，你跟我们说一下吧。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，顾小姐，麻烦您解释一下。你是不是真的做了那些事情？大家都想知道真相，顾小姐。给一个说明好不好？请问陆毅是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和你的岳母转移了林氏的资产吗？你真的是为了顾小姐谋害了自己的哥哥吗？请解释一下，这是一定有问题好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录音是伪造的，都是胡说八道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撒谎吗？林月走了，真的是林月走，林月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太好了，是啊，有幸救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要打死太快了。在这个大晚上。你那个资产转移是非法的，我要是冒了风险，让你做了最大的股东，你会不会兑现你的承诺，把承诺的股份划入我的名下？当然愿意。签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书。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只要他彻底消失，咱们心儿以前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宝贝。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
你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自己好？你瞒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哎，给一个说明好不好？别走呀！别走！怎么回事？请问陆医生怎么回事？你真的害了人吗？资产吗？你真的是为了不想我坏了自己的事吗？给我闭嘴！录音是伪造的，都是在胡说八道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要撒谎吗？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想必各位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吧？这是我的订婚宴，你这个闲杂人，你最好还是先出去。闲杂人等不敢当，我只是来还各位一个真相，顺便问问各位苦衷：一个通过卑鄙手段上位的人，能否放心的把集团托付给他？论卑鄙，还是二哥你自己制造的假死更令人瞠目结舌吧。想要杀人灭口的人，杀人？给我安这么大罪名，证据呢？造谣可是需要证据啊。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想要掩饰作为吗？明月，这份录音我也可以伪造。父亲现在正在危急关头，他老人家最后交代了，希望能够掌控集团股份和实权的人是我。在座的各位都明智得很，也都纷纷明白我父亲的心意，都推举我为集团的负责人。至于你，你有什么？你拿什么跟我扛啊？爸，来，快，我们去那边拍啊！好。爸，你怎么行了？那也不行，我最宠爱的小儿子，马上就一手遮天，把我大半辈子打下的基业给毁掉了。最宠爱，我看是最瞧不上、最不受器重的那个了。爸，20多年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林月就是在好好经营你的事业，我林胜就只是个会败光你基业的败家子？凭什么他林月这个养子有资格继承你的集团，而我林胜就只能够像阿猫阿狗一样靠你们垂帘活着？住口！你这个逆子！你要是再出言不逊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好啊。你们谁都可以对我不客气，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，这个集团我持有的股份最多，这个集团就是我的，这一点谁也撼动不了。林胜，你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所以大家都偏爱你，但是没想到居然把你宠溺成这样，让你是非不分，为了一己之私残害手足。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，孩子？各位，我林天今天郑重地宣布，我把我手上20%的股份，无条件地转让给林月。虽然说比不上这个逆子手上30%的股份，但是人心向背不在于股权的多少，而是在于能不能以德服人。我这还有10%，都转给凌月，这样凌月就有30%了。哥，你疯了！你把股份转给那个杨子？林少，他跟你一样，都是我弟弟。回头吧。我告诉你，
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回头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股份顶多算是持平。爸，您看您也一大把年纪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如把公司交给我。你那么利欲熏心，我是不可能把集团交到你的手上的。好，那就让在场所有的股东投票，谁去谁留，自然见分晓。不用。不安心，你一个外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有集团的股份，我也算是集团的股东。我手上有林伯父赠予我妈妈的5%的股份，加上我的5%，我们应该比你更有话语权了吧？才区5%，在座所有股东的持股总和，共计20%。更何况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对林氏集团的未来做出了更好的规划。你们不必觉得遗憾，毕竟林氏集团在你们的手上只会继续墨守成规，一步步自取灭亡。交给我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林渊，来扶我起来。小心。各位股东，我林天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。各位都是陪我林天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打拼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伙伴们。我林天教子无方，把大家牵扯进这次风波里头。我林天向大家鞠躬致歉了。今天的林氏集团，绝对不是我林天一个人的，是靠大家共同努力，一砖一瓦共同建立起来的。我相信现场的好多股东们，对林氏集团的热爱，可能会超过我林天本人。所以现在大家也明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林氏集团最需要的是什么。希望大家能够像往常一样，做出你们最明智的选择，为了大家共同的集团。我林天，谢谢大家。我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。还有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。还有我也是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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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总，支持林月总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还有我，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是，支持林月，支持林月，我也支持林月。还有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支持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就是林月。真是一出好戏，你早就准备好了对吧？要彻底让我身败名裂才甘心。林渊，够狠！我输了。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孩子，回头吧。小盛，对于你们之前做的事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你主动认罪的话，
都还来得及。哥，怎么样了？爸的 CT 显示有脑瘤，现在正在给您抢救。脑瘤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，我一直想着心儿他妈的事儿，我甚至都没发现爸他现在，都怪我。哥，你不用太自责，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事情的。那心儿呢？心儿正在接受警方调查。我妈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些，现在也住院了。警方说等她状态稳定一点了，再继续调查。医生怎么样？顾先生的手术很成功，不过会后遗症。后遗症？因为这个肿瘤啊，长期压迫着脑神经，顾先生的海马体和皮质质已发生了萎缩。准确的告诉你们，顾先生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。谢谢您，医生。没事。别担心，没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吗？我都还没有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他的记忆里居然没有我。那我们就好好陪陪他，让他当下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跟医生说过了，爸的伤势恢复得很好，月底就能出院。妈，一会儿呢，警察会来，他们希望我们配合调查。妈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一步开始出错的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一起回到正轨，好吗？好吗？饭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热一下。听说人的一生中有2种人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，一种是帮助过我的人，一种是把我逼入困境的人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遇到这2种人，偏偏是同一个人。我有多恨你，就希望你有多快能好起来。我要听你亲口跟我解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如果害一个人的理由这么难想的话，你当初为什么那么快的就做了决定？
接下来该去哪儿？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们怎么不直接处理掉我？警察和法律会处理掉你，就是可惜了你这一副好身手。那你就不怕我跑了？我武哥到现在可还没看错过人。出来以后电话找我，不出意外的话，80年后我都还在。就是希望以后你的本事都用在正道上。爸现在记得的，都是些年轻时候的事情了。对了，我已经办了休学的事情了，过2天复批就下来。家里现在离不开我，顾氏集团也离不开我，事业和学业终究是不能两全。其实爸这边我可以照顾的。我现在只想，爸这一生的心血和事业不会无以为继。还有我妈那边也不太乐观，我也想多陪陪她。说实话，让我现在原谅他，不太可能。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也希望他能够重新开始。啊，对了，你住的房间已经按照你之前住的时候的习惯重新收拾好了，这里永远有属于你的一个家。当哥哥的责任，我可是会履行到底的。心儿，姐，去哪里喝点？怎么样？都挺好的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雨果的事终究是我的错，我会负责的。对不起。其实这句话我早就应该说了，只是我一直仰仗着父母的溺爱，把这当成理所当然。我的自以为是、狭隘自私，给你和雨果带来的伤害，是无论多少句道歉，多少愧疚，都没有办法弥补的。以后呢，叫我一次钱，就可以抵消10次对不起，立刻生效。希望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。好，姐。爸，回来了。爸，您身体还好吗？要不要再去医院看看？我的身体呀，我心里最有数，没事儿。对不起，爸。林生从小被一家人宠着长大，他可真是被宠坏了。如果说他只是急于家产，我是不会亏待他的。但是他现在干出这种伤天害理、谋害至亲的事儿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爸，我觉得弟弟还年轻，只要他肯真心悔过，
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原来一直认为，林家的男人要鼓励狼性教育，要培养他们那种居安思危的竞争意识。结果呢，适得其反。对他，我真的是教子无方了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造成的。爸，您在我们心里是个伟大的父亲，一直都是。看看吧，品品，这装修风格，哎，我设计的。老爸的办公室是不是焕然一新？哎，再看这照片，我选的，嘿嘿，是不是有这意思？我觉得不行。不是，哎，你这还没上任呢啊，就给我摆谱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这里并不属于我。说什么呢？大哥，这就交给你了。爸都说了，集团交给你打理。再说了，我那全球游的机票都订好了，你这就是打扰我潇洒的节奏。凌氏集团更需要的是你。爸只是说交给我来处理，但处理方式由我来定，所以凌氏集团就交给你了。你呢？建立5G 物流仓，实现零销计划，创办一个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生活的 New Way， 这才是我的目标和理想。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你早说呀！我这装修风格都变成你最喜欢的了。你看后边几张照片，我对着他们每天工作，我哪儿来的灵感呀？我的风格？什么审美？欢迎加入银河酷漫漫画工作室。有一些要求还是提前说清楚为好。这是一家非常时尚的公司，也是一家非常严格的公司，奉行加班文化，狼性哲学，没有休息日，24小时待命，拒绝脱稿，改稿无期限，没有灵魂的打卡机器，杜绝像风一样自由散漫。是不是吓到了？哎，刚才都是放屁啊！我们其实工作氛围非常轻松，我们的宗旨就是在愉悦中创造。行，今天就下班了，等你们明天上班感受感受就知道了。后续的合作意向和计划都会尽快展开。我其实更好奇，你跟安心以后的计划是什么？你这是作为哥哥的关心吗？作为一个以前爱过他，以后也会一直爱着他的哥哥，这让我感觉我的处境还挺危险的。有点危机感没什么不好的。你放心，安心在我这里是我的爱人，也是我的亲人。干嘛呢？哎，装正经客套应付真的是太累了，而且我根本就不会。本来家里就已经有一个老板了，我好好画我的漫画不就行了吗？慢慢学吧，安心大画家。我司古风漫画一不小心捡到网页，单行本已经提上日程了。但是必须要改名，市面上现在已经有盗版状名。行，老板娘，让本苦工回去好好想想，行吗？加油！
老板娘，该回家了吧？我算是这儿的老板之一，照理说你应该是小老板娘啊。我们是谈恋爱，又不是打怪升级做任务。职业习惯。其实吧，说是密集约会，不过就是想弥补之前我们错过的时间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过，很多事情没有做过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慢慢来吧，反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应该很失望吧？很失望，但是我心里的揪心和疑问全部都落了地，很踏实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你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，我不会再纠缠拖累你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会回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，那些只用为了写不完的作业和考试而烦恼，单纯而美好的时光。我也会想着，假如说一切都可以重来，我以前遇见的那个人是你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？对不起。我现在终于可以明白你，明白你当时的心情。你不会明白的。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？每天清晨醒过来，有事情可以做，有地方可以去，有一个需要我的人在等着我。怎么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出现？我想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想要为他解开心结，想要他可以不要再担忧，不要再害怕，想要他也可以每天很简单、很快乐，可以尽情的去笑，你知道吗？
会给你幸福，我也不希望。你看见了我丑陋的过去，却还依然选择站在我的身边。反正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林胜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独自等待我的那些日子，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还给你。我也希望有一天，看你回头看看我。你只要点一个头，我也可以义无反顾的替你加速狂奔。心儿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美好、皎洁。为了能够走近它，我准备了很多年。现在，我终于站在他的身边，并且牵着他的手，陪他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变老。一想到这，我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，而我也一定会带给他幸福。所以不要让我等太久。你今天超话签到没有啊？签了吧？我昨天跟你说的饭圈铁律，你记住没有？背下来了。固定爱称，应援色谨防被撞，应援打榜首尾分段冲刺，不能硬组 CP， 避免蹭别家热度，被蹭也绝不手软，爬墙别家不换号着。你简直天赋异禀，饭圈奇迹。行了，安心别拍了，够好看了。没拍，我是看看牙上有没有什么菜印儿什么的，毕竟是公众人物。哎，看我这个笑容。好嘞，我的大明星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全部给我签完，就你这些签了名的不打折，不签名的打折，多签一本多赚9块6毛3。那我明白了，我不吃不喝也把它给签完。姐姐，欣儿，恭喜你啊，新书发售。也要恭喜你啊！我看到新闻了，菜鸟驿站开发了最新取货功能，获得了最佳物流技术奖，恭喜！这都要多谢月哥哥的技术支持啊。他能帮你什么呀？你们现在驿站是遍地开花，而且有这么大的规模，还是因为你的能力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看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？你的漫画我全都看完了，你里面是不是有个人物就是按照我改编的呀？谢谢你啊，给了他一个这么美好的结局。现实生活中，你也是值得被爱的。等会儿，哎，你拿一本走吧。好。安心，林总今天到机场以后突然失踪了，本来在公司有会议行程，现在完全联系不上。你看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找找。我有点急事儿，你们先待在这儿啊。林安。
在家吗？林月。 你最好没事，要不然你麻烦就大了。哎，小姐，我们附近超市啊在搞抽奖活动，来抽一个吧，来抽不一张吧。不，我有急事，来抽一个嘛。我真的有急事，高的，抽一个吧，您就抽一个吧。 谢谢。预备，唱！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心都开，利落的人乖。好，谢谢。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超级豪华现金大礼包，价值888元，恭喜你啊！888啊，这么巧？哎呀，我确实是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那太好了，有位先生他交代我啊，如果您没有愿意跟我走。 就让我把这个快递交到您的手中。什么快递啊？我的小摩托。 请把自己准时送到目的地。我怎么知道目的地啊？关心，跑哪儿去了你？担心死了。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想对你说，我不是一个喜欢意外的人。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万事俱备，就像你说的，像只球鱼。突然之间，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觉得，我这么的没有准备好。这个人就是你。小时候我们因为一次意外擦肩而过。走。 毛豆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长大之后，又因为一次意外而重逢。喂，你醒醒啊！
我很珍惜这些意外。我想，也许我做的所有准备，就是为了让我再次遇见你。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做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。你以后能不能多研究一点吃的？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。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？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。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。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。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是为了保护你，我都充满勇气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所有来守护你。没事吧？别担心啊。林渊，小心！这份勇气是你，是那个什么都可以说没问题的你给我的。因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会很安心。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看久了，还挺可爱的吧？愤你个头！所以，顾安心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没问题。你好啊，林先生。你好，林太太。吃完了，再吃一个呀！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等着吧！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！有烟花。